突发背后的冷思考，28岁王一博的破局与娱乐圈的乱局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不聊八卦的皮毛，想借着最近王一博这事儿，好好聊聊娱乐圈的生态，以及一个艺人如何在风暴中心保持清醒。这两天娱乐圈又炸锅了，主角是28岁的王一博。乐华娱乐接连发布了第3份声明，措辞之严厉，前所未有。公司明确表示已经报警，对于那些恶意造谣的人，绝不姑息。律师方面也发出了严厉警告，如果造谣者继续编造虚假信息，最高可能面临7年的刑期。说实话，看到7年刑期这几个字，我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。在以往的娱乐新闻里，发个律师函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，但这次直接上升到刑事层面，说明事情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。这不仅仅是维护艺人名誉，更是在维护整个行业的底线。我觉得这种硬气的态度，对于当下乌烟瘴气的网络环境来说，简直是一剂必要的猛药。咱们再来仔细扒一扒这次谣言的始末。起因是一个海外账号，自称是私生饭，手里拿着所谓的铁证、出入境记录、购物清单，甚至还有聊天记录。乍一看，有图有真相，挺像那么回事儿。可现在的网友是什么？那是拿着放大镜看世界的侦探。大家仔细一查，漏洞简直不要太多。航班时间和王一博公开的行程完全对不上，这就好比你说你在家，结果监控显示你在外地，根本经不起推敲。更离谱的是购物清单，里面充满了女性用品，对于一个男艺人来说，这逻辑链条断得有点太明显了。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那段聊天记录里的手机号，早在2019年就已经停用注销了。这一连串操作，简直是上演了一场低级的翻车现场。说句心里话，看到这些所谓的证据，我既觉得荒谬，又觉得悲哀。荒谬的是造谣者的智商，悲哀的是他们为了流量，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地践踏真相。谎言最终变不成真相，但传播谎言的过程，却足以对一个人造成巨大的伤害。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老生常谈，却又屡禁不止的话题——私生饭文化。这次事件再次把私生推上了风口浪尖。所谓的爱，如果变成了窥探隐私、伪造证据、恶意重伤，那这就不是爱，是害。王一博作为一个顶流，他的行程、生活细节时刻都被放在显微镜下。这次警方介入调查，相信那些造谣的人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但我更想说的是，惩罚只是事后补救，我们更需要的是事前的敬畏。作为观众，我们应该更多关注他的作品，少去无端猜测他的私生活，这才是对艺人最大的尊重。毕竟，他的汗水与坚持永远不该被谣言所遮蔽，不是吗？这种边界感的缺失，其实是整个粉丝文化需要反思的痛点。把视线从这场风波移开，回望王一博的来路，你会发现这个年轻人真的是特别有意思。虽然如今他已经是当红的顶流，但回顾过去，他可不是一开始就站在这个位置上的。当年13岁时，他跟随杜华进入公司时，还是个皮肤黝黑、不善言辞的小透明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13岁的孩子离开父母，独自跑到韩国接受训练，那种语言不通、文化差异、高强度的训练压力，换作是现在的很多孩子，恐怕早就崩溃了。但他坚持下来了。回国后与团体一起出道，却并没有立刻获得关注，甚至经历过很长一段无人问津的时期。这段经历给我的感触很深。成功从来不是偶然的，那些在聚光灯下看不见的至暗时刻，才是打磨一个人心性的关键。直到《陈情令》播出，他与肖战一同迅速成为顶级流量，那一刻，巨大的名利扑面而来。在娱乐圈，有多少人在一夜爆红后迷失了方向？有的开始耍大牌，有的开始透支流量，有的陷入了无尽的应酬。但王一博没有，他始终没有因此而迷失自己，完全没有去刻意打造什么高冷人设。外界说他冷，其实他只是把热情留给了自己热爱的事情。王一博依旧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，拍戏、跳舞和赛车上。这种钝感力，在浮躁的娱乐圈里，简直是一种稀缺的才华。我觉得，他这种对自我的认知，比他的颜值和演技更值得让人佩服。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更知道不要什么。说到这儿，就不得不提他和乐华娱乐和杜华之间的关系。在这次谣言风波中，公司的强硬表态，侧面反映了他们对艺人的保护力度。杜华在首映会上曾感慨，两人就像家人一样。看到台下安静微笑的王一博，令人不禁感叹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确实不同寻常。在商业气息浓厚的娱乐圈，能维持这种类似家人的信任关系是非常难得的。这说明双方不仅仅是利益捆绑，更有情感上的共鸣和信任。
当外界风雨飘摇时，有一个稳固的后方支持，对于艺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底气。这也让我想到，一个艺人的长远发展离不开一个专业且负责任的团队。就在这些谣言满天飞的日子里，王一博毫不受影响，依旧我行我素。这种心态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最近，他还正式宣布将以85号车手的身份参加超级跑车锦标赛。消息一出，门票在2天内就瞬间售罄，赛事官方还特别发文表示感谢。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赛车对王一博来说可不是为了蹭热度，而是他骨子里的热爱，是他用实际成绩来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。他不是去玩票的，他是真的去拼成绩的。在赛场上，没有人看你的流量，只看你的圈速。这种在另一个领域寻求认可的努力，说明他内心有着强大的自信，不需要依靠外界的虚名来填补安全感。说真的，看到他在赛道上飞驰的样子，你会觉得这才是他最自在的状态。除了赛车，他在演艺事业上的思考也愈发成熟。他曾在探索心境2里坦言，近几年他减少了拍戏的工作量，目的是为了充电，找回演员的感觉。这句话含金量极高。在流量为王的时代，大多数艺人恨不得一天跑3个剧组，生怕热度冷却。但王一博选择了慢下来。他明白，演员是需要生活体验的，需要沉淀的。如果一直被工作推着走，最终只会变成表演的机器。像他这样的清醒与专注，真的是在如今的娱乐圈中少之又少。这种以退为进的智慧，说明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长远的规划，而不是只顾眼前的利益。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观众负责的态度。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少年到今天的耀眼明星，王一博的成功不是靠流量，而是靠着不断的沉淀和努力。流量可以一夜之间获得，也可以一夜之间消失，但实力和口碑是时间堆出来的。如今警方已介入调查，相信真相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。但这件事情留给我们的思考，不应该随着新闻的热度褪去而结束。它提醒我们，在网络时代，真相往往被情绪掩盖，我们需要保持一份理性的判断力。对于艺人来说，作品是立身之本；对于大众来说，尊重是相处的底线。最后，我想说，娱乐圈的瓜吃多了，容易让人麻木。但像王一博这样，在风暴中心依然能稳住阵脚，继续做自己热爱之事的人，值得我们去关注。他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无论外界如何喧嚣，内心的坚定才是最强的护城河。那些造谣的人，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而他是做事的人，时间会给他最好的答案。作为旁观者，我们不妨多一份耐心，少一份戾气。毕竟，我们喜欢一个艺人，是因为他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生活，而不是因为他的隐私成为了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总的来说，这次事件虽然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，但也像是一次试金石。它是出了法律的力度，是出了公司的态度，更是出了王一博这个人的硬度。28岁，对于一个男艺人来说，正是黄金时期的开始。经历了这次洗礼，相信他会更加成熟。我们期待着他在赛道上的新成绩，也期待着他在荧幕上的新角色。至于那些流言蜚语，就让它随风而去吧。因为真正留下的，永远是作品，而不是噪音。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件事里看到一点关于坚持、关于尊重、关于真相的力量。这或许才是这篇长文最想传达给大家的核心。